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那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距离以哈战争到现在已经是731天。明天呢就是以哈战争的2周年，所以这一集就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的近况，以及战争是否要结束了，还有以色列这里有没有什么关于10月7号的纪念活动。那我记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1个月内以色列就可以拿下加萨，然后把人质都救回来，因为人质的性命是这么的脆弱，你在敌人的手中，你一定是以不人道的方式被对待。结果1个月过了，大家说可能要到年底，然后就进到2024年了，战争没有结束，然后2024年就结束了，好不容易2025年川普上任当美国总统，我们以为就是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3月份、2月份那个时候就有第2次的这个人质交换的协议，然后就回来了另一批人质。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陆陆续续好几次的谈判，最后都是失败。那所以每一次的谈判其实没有到真的结果出来，你永远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成功。那总之呢，现在就是正在有一个谈判在进行中，是2-3天前，川普总统就开始说，就是这个礼拜就会有结果。那今天晚上开始就会是祝棚节。去年祝棚节第一天就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以色列其实没有情报，直到辛瓦尔就是策划10月7号的这个首脑到底藏在加萨的哪里，但就这么神奇，他躲在的那个民宅，刚好被一个以色列的小部队发现，然后就这么精准的就把一个他们想都想不到的敌人就这样子歼灭掉了。那今天晚上会不会有谈判的好消息出来？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但是录这个影片我需要先录，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去follow 新闻。那如果谈判成功的话，以色列为了这48个人质，其中20个是可能还活着，然后剩下的都是已经是死掉的尸体。为了这些人质，以色列要用250个无期徒刑的罪犯去做交换，加上1700个被以色列拘留的加萨人。那这个谈判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哈马斯第一次愿意去解除武装。虽然我不知道可信度有多高，但是至少这让以色列这边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因为以色列在意的不是只是停火嘛，而是停火之后整个加萨是不是已经去军事化。那假设以色列军队要从加萨地区去撤军的话，那是谁来监督？怎么样子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架构？那可能在10月4号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细节就会出现，然后可能就停火了吧，希望是这样。不知道大家觉得谁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那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就是 GSF 这个救援的船只，所谓救援的船只想要进到被以色列封锁的海域，然后把所谓的物资带到加沙的事件。那我的看法是，40几艘船想要带物资到加萨，你能够带多少物资？后来以色列军方上船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物资，他们说要带物资，基本上就是一个炒作。那我上一次在讲关于加萨饥荒的影片，就有说，以色列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已经放了212万公吨的物资进到加萨地区，这是等同于8.5万辆大卡车的物资。这个数字是一直在增加，我上次讲的时候应该是190万，现在是212万。那所以这些所谓的维权人士、社会运动人士，他们坐船来到以色列军方已经封锁的地方，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是蛮明显的，就是话题性。那我在网络上还有看到一个影片，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是入境以色列，想要从以色列这边去突破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由军人已经控管的这个区域，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去的，因为这是军方已经控管的区域。那他们刻意跑去那边，也没有带任何物资哦，他们就是为了拍影片，然后跑到那个边境，然后看看以色列军方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只要军方对他们就是可能铐手铐啊，把他们弄在地上，就很有话题性了，就很有画面，一定有流量。但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然后影片里面还有一个人，他穿小丑的衣服，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所谓的专业社会运动人士，其实，到头来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有话题。反而是以色列默默的让这些物资进到加沙去帮助加沙的人，这件事情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么多的物资已经进去了。那他们也有在网络上说，以色列把他们像动物一样对待，就是把以色列很邪恶化。但事实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以色列他有权利去拘留嘛，因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带着善意来到以色列，那以色列绝对不会用善意去回应。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来的那一天是以色列最神圣的一天，他们不需要挑最神圣的一天来，这是以色列宗教节日，就跟哈马斯挑10月7号，这是以色列的祝棚节的第8日，是盛会，是整个祝棚节最神圣的一天，他们挑这个最神圣的一天来攻击，这是一样的道理。那不能够期待以色列要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去回应啊，这是不可能。更况且赎罪日这天本身，以色列人就是不吃饭、不喝水、不工作的一天，怎么可能还去期待以色列犹太人去照顾他们？所以话要讲回来，真的被虐待的并不是这些很可爱、很天真的社会运动人士。真的被虐待的是在加萨以色列的人质，已经731天了，活着的人数甚至不到20个人。而且哈马斯他在10月7号那个时候抓去的人质，不是20几岁这些当过兵的以色列壮年，他们抓大屠杀幸存者。小孩子最小的是9个月大的 Bibas， 然后他后来就是在第1个月当然就死掉，这是很合理的，这是你抓人质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会有的后果。他们在以色列的起步之，在以色列人自己的家，他们就很残忍的去杀害妇女孩童。以色列活着回来最小的人质也只有3岁，他现在在上小学1年级了。那所以我真的是不太懂这些可爱的社会运动人士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到哈马斯是这样子的邪恶。然后以色列军方这边也有发现，有一个站在那个 How dare you， 就是 Greta Thunberg 这个瑞典少女旁边的一个人，他就是哈马斯。所以以色列这边就是很合理的去拘留他们，也怀疑他们是跟恐怖分子有关。那就算他们没有跟恐怖分子有直接关系，其实他们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以色列政府的眼中是你在支持一个恐怖组织。那我刚才说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杀平民的这些事情，很多人开始说没有，他们没有真的杀平民，哈马斯不会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在联合国的分享中，他带了一个 QR code，他就是要大家去看在10月7号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照片，看到影片。我不是很建议就是大家晚上看，因为真的是很血腥很恐怖。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可是我现在看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很难受。我可以用描述的，就是你看到家里的地板还有玩具，然后就是人被杀害留下来的血迹就在地上，你可以看到粘在家具上面，你可以看到在音乐季逃跑的年轻人在自己的车子里面，然后就是子弹就射在他们的身体上。然后最恐怖的就是你看到已经烧焦的人在他们的躲藏的安全室里面，或者是在垃圾桶里面。这些照片是真的很恐怖，你很难想象哈马斯有多么的邪恶。那这些照片，这个网站我们是在以色列境内打不开，我是用 VPN 才可以开。但是如果你们在台湾或者是在以色列境外其他地方，你们是可以看的。如果不相信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做的事情，可以看那个网站，就知道哈马斯他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不需要去美化哈马斯。所以如果说这2天真的有一个停火协议，然后哈马斯是愿意去交出武器，那我真的觉得纳坦雅胡已经做到打这场战争的目的，然后这已经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小胜利了。那明天晚上就是10月7号的2周年，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开始进入祝棚节，这是上帝规定必须在他面前欢乐的节日。
而且必须要欢乐7天。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因为又必须欢乐，可是这个伤口还在，而且还没有愈合。所以在以色列这边是没有任何关于10月7号的纪念活动。我只有找到一个是民间办的，那他会在10月7号以色列时间晚上9点半做一个纪念活动，会让人质的家属过来，然后讲一些话。那这个活动会直播，所以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如果大家想要一起纪念的话，可以在线上参加。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他们并不会想要去纪念一个他们根本没有忘记，而且还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可能会纪念的大部分都是海外的人。那对人质家属来讲，最重要的是剩下的人质可以回来，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想要去纪念这个事件，更何况这个事件还在发生当中，它并不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这些原因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7号在以色列这边并没有什么官方的纪念活动。我最近也是有 follow 台湾的一个很红的节目，叫做《中文怪物》。那因为这样子才看到酷的梦，他之前就有拍外国人去台湾当兵，接受特种部队的训练的一系列影片。那因为我自己没有当过兵，所以当兵的这一切对我来讲说，是很陌生的。可是在这个影片，教官跟这些来受训的外国人的互动当中，多多少少都可以感觉得到军人对他们自己身份的一个尊敬。他们有很多的牺牲，不管是身体上、精神上的。那我相信，不管你问哪一个军人，为什么你要当军人，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因为需要有人来保家卫国。这是很光荣、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从酷的梦的影片感觉得到的，就是军人的牺牲奉献。那网络上有很多的言论，就是在污蔑以色列的国防军，就是说以色列杀平民啊什么的。其实这些污蔑的言论，目的就是要去否定以色列有保护自己、护卫自己国家的正当性。事实确实是，当你有一个战争，一定会有平民的牺牲。那以色列它已经是想办法去降低平民的死伤人数，只是哈马斯他非常善于拿他加萨的人民当作人肉盾牌，他可以把武器藏在医院旁边的一个仓库里面，这些都以色列军方都有发影片出来，然后也有把武器藏在学校里，藏在幼稚园里面。哈马斯的隧道的入口就在清真寺，在学校那边。那我看酷的梦的这4集影片，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当军人，你要能够有这些体力，然后要会找坐标，然后能够救你的队友，你的思维就是一个军人的思维。但是如果他拍第3季，还是第3季已经拍了，我没看到而已。然后新的任务呢是有敌方的角色加入，然后要从敌方那边可能去取回一个情报，取回一个人质。在有生命危险，有这样子压力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子能够完成任务？那以色列军队能够在这2年内，掌握情报，然后歼灭哈马斯的这些领袖，然后在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加上有200多万的人口，他能够把平民的死伤人数降低到最低，这是他们已经很努力、很尽力的一个结果。如果哈马斯他没有把平民当人肉盾牌，没有把武器藏在隧道，没有把隧道的入口藏在学校、清真寺的话，我相信这个死伤人数会更低。那虽然我觉得很明显，但是可能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哈马斯它并不是一个正规军，不像以色列军队，它有它需要受到的道德约束，还有国际的这些监督。哈马斯他们来到以色列境内的时候，他们做了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嗑药，他们强奸妇女，他们杀害平民，他们去砍人的肢体给他截肢，然后去玩弄这些身体的部分，然后去活的把人烧死。那这都是以色列军方他们不会向加萨平民做的。那我也想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阵子我会再找机会去加萨边境给大家看一下，现在2周年了，加萨边境居住的在其布子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过得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记录这些东西很重要。它不只是去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更清楚的让大家知道真相。特别是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否认4月7号的发生，还有什么哈马斯只是不小心跑到以色列境内的荒谬的言论，各式各样的言论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带大家看一下哈马斯是如何精心策划的这一场很可怕的袭击，然后造成了多大的悲剧在以色列境内，然后再去解释一次为什么以色列它必须去回应这一场战争。那这就是关于以哈战争2周年给大家的一个报告。我还是觉得很难过，战争竟然这么久，然后人质竟然这么久都还没有回来。那希望这个礼拜会有一些好的消息。那今天影片就拍到这里了，大家拜拜。